想了想，凭着想象，当即便泼墨做了画一幅。当然，此时的蓝忘机并不知晓，他哥凭着想象力，硬是给他画了一幅他爬树摘果的景。他此时正拉着魏无羡兴致勃勃的要去摘野果，魏无羡被他拉着，专心致志的给他喂野果，偶尔提醒一下路该怎么走。回过神，才发现明明他一路都有提醒，路还是被蓝忘机给带偏了。昨日夜里还能说是因为天黑没印象，白日里可也就是说，小公子他大概率还是个路痴小迷糊。魏无羡默了默，眼见着越走越偏，不得不停下脚步。蓝忘机跟着停了下来，环顾了一眼周围的树木，没有一棵树上挂着果，不由得怀疑魏婴：“你是不是记错了？这里也没有野果呀？”魏无羡好笑地睨了他一眼，反问说：“蓝湛，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带错了路？”蓝忘机啊了一声，呆了呆，反驳说：“不能吧，我都是按着你说的走的。”魏无羡便抿着嘴笑，看着他却不说话。蓝忘机被他看得心虚，干笑了一声，干巴巴道：“那肯定是你没指挥对。”魏无羡闻言乐地笑出了声，一边笑一边点头说：“是，怪我没说清楚。”蓝忘机让他笑得有些不好意思，摸了摸耳垂，故作气恼地瞪了他一眼，凶巴巴的模样，笑什么笑？不许笑，本来就怪你。魏无羡便笑得更大声了些：“是，怪我，都怪我，那就罚我现在给你带路，可好？”蓝忘机略一仰头，轻哼了声，下意识跨出了脚步，又不假思索地收了回来：“你不是要带路，那你走前面。”魏无羡见此又要笑，又怕再笑下去这人真恼了，只得走在他前头，拼命压抑着上扬的嘴角。两人沉默着走了一段路，寻到野果树时，蓝忘机惊叹了一声，也忘了刚刚让他略显不自在的事，欢呼了一声，跑向果子最多的那棵树，撸了袖子就要往上爬，被魏无羡眼疾手快一把给抓了回来。果子结得最多的树，也是最粗最高那棵，魏无羡可没忘了。昨日拾柴火，蓝忘机划伤的手，若是再叫他爬树，万一再刮了摔了，就不好了。蓝忘机不明所以的看着被拉住的袖子魏婴：“怎么了？我去摘，你在下面接着。为什么？听话，你手受伤了。”蓝忘机下意识看向自己的手背，昨日划下的口子留了痕迹，这会也已经感觉不到疼。魏无羡却是不由分说的给了他个袋子，三两下便窜上了树，因这事要寄回去，途中要耽搁些时日，摘的果子便不能是已经成熟的。见他已然上了树，蓝忘机也不好再多说什么，将袋子举过头顶，方便魏无羡将摘的果子往下丢。眼见着袋子将满，蓝忘机提醒了一声，趁着魏无羡下树的间隙，放下手里的袋子，蹭的一下就近窜上了一棵果树。魏无羡甫一落地，便听得蓝忘机居高临下的冲他喊：“魏婴，送你颗果子，要也不要？”他无奈的摇了摇头，笑着应了一声要，接住蓝忘机丢下来的果子，胆战心惊地注视着过于兴奋的蓝忘机，生怕他一个不稳，或是稍不注意，踩空掉落下来。蓝忘机却明显没有这种忧虑，整个人散发着愉悦的气息，摘了果子，就着衣服随意擦擦，就进了口。魏无羡想提醒他，要不摘了洗洗再吃，见他一口一个吃得欢快，到嘴的话又咽了回去。罢了，总归外头树上的野果，脏也脏不到哪去。野果脏不脏，蓝忘机不确定，反正吃的时候是全然没考虑过脏不脏的问题，直至将肚子吃撑，他才恋恋不舍地下了树。魏无羡看得好笑不已，暗自留意着他下树的动作，笑着同他打趣道：“要不我们在这待个10天半个月如何？”蓝忘机先是不解，忽而反应过来，皱了皱鼻子，当真认真思索了起来。魏无羡观他那认真样，心下一个咯噔，指了指一旁的袋子说：“不是还要去给你哥哥寄果子吗？这可耽搁不得。”他不过随口一句玩笑话，果子再好，10天半月的吃也是要不得。蓝忘机眉眼微扬，眸底溢出一丝笑意：“魏婴，别担心，我就是想想，不会真的10天半个月都留在这里的。”两人一路出了山林，果子被魏无羡提在手里，蓝忘机脚步雀跃地走在前头。他第一次出远门，很多东西从前只在书上见过，遇上了便要停下来瞧一瞧，看一看，嘴里嘀嘀咕咕的同魏无羡说：“这个原来长这般模样，书上画的倒是挺像。”
书上还说这个可以吃。魏无羡心道不好，来不及阻止，就见人顺手扯了一把下来，放在嘴里嚼了嚼，随即就见蓝忘机苦了一张脸，呸呸呸了好几声，同他抱怨怎么没说是苦的。魏无羡好笑又好气，拉着他去水边洗了嘴。蓝忘机乖乖任他拉着，到了水边，看着浅岸处游荡的小鱼和小虾，眼眸一转问魏无羡说：“魏婴，你会不会游泳？”魏无羡点了点头，学会游泳的经历却不怎么好。彼时前一日落了场大雨，必经之路处涨了水，他又着急过去，捡了根树枝，摸摸索索的就想过去。行至半途时，水位突涨，他一个没站稳，被水冲了下去。好在下游水流并不急，无措过后，竟莫名其妙无师自通学会了游泳。见他突然出神，蓝忘机想了想，也没出声打扰他，蹲在一旁，手里捧了2只小虾米，正慌乱的在他手心乱窜。魏无羡回过神来时，蓝忘机手心里已经多了2只小鱼仔。他在他身侧蹲下来，看着他溢出满身的纯粹的欢乐，也跟着抿嘴笑开来。你呢？你会游泳吗？蓝忘机将手心里的小鱼仔放下，又重新捧起2只，看了他一眼，仰头道：“我肯定会呀，你不知道，我可厉害了。”魏无羡觉得他这般得意的模样有些好玩，伸手捏了捏他的耳垂，哦了一声，拖长了声道：“是吗？”见他好似不相信，蓝忘机急了，放下手里捧着的小鱼，突然又不好意思起来。我当初学游泳时，不知道是从哪里听来的，说是吃活的小鱼小虾就会学得很快。魏无羡原本收回的指尖一顿，不太确定，又含了几分笃定的开口：“所以你当初不会真的？”没有。蓝忘机摆了摆手，轻轻哼了一声：“被我哥发现了，他不让。”魏无羡放下心来，心道好在蓝湛他哥是个靠谱的，生吃活鱼活虾就会游泳，这明显就是骗人的。偏偏眼前这个小笨蛋，从前似乎还真的就信了，说不得他哥晚一步，他就真的去实践了。后来我发现学游泳也不是很难，我随便划拉了几下就会了。蓝忘机在开口时，前一刻的不好意思已经完全不见了踪影。他说着还伸手学着游泳的姿势，比划了几下。魏无羡就觉得这人好似做什么都带着一股子旁人没有的美感，明明也是很普通的动作，由蓝忘机做起来就格外赏心悦目。2人也没在水边耽搁太久，蓝忘机还记挂着要给他哥寄果子。行至闹市时，时间已经过了午，将要寄的果子都打包好。蓝忘机摸了一把口袋，后知后觉他没钱，扯了扯魏无羡的袖子，有些难为情道：“魏婴，你能不能先借我点钱？你放心，我肯定会还你的。”魏无羡其实也没想过要蓝忘机出钱，本想摸摸蓝忘机的脑袋以作安抚，转而一想又绝不合适，只得拍了拍他的肩，